最近，一则来自俄罗斯的官方消息震惊了所有军事观察家。克里姆林宫正准备在未来10年内将800多辆库存的 T-72主战坦克进行全面翻新并升级。消息一出，所有人都傻眼了，翻新800辆坦克还是 T-72？就是那个在乌克兰战场上以炮打升空而闻名的 T-72，这和翻新坟头又有什么区别？难不成普京的隐藏职业是亡灵大法师，能召唤 T-72亡灵参战？还是说这背后是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最后疯狂？本期节目我们就来一探究竟。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咱们得先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冷战的巅峰，看一看到底是怎样的设计造就了 T-72这款装备的性能特点，能让它直到今天还会被普京惦记上。T-72从设计之初就不是苏联坦克家族里那个最受宠的明日之子。在上世纪60、70年代，苏联坦克工业的圣地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莫洛佐夫设计局正在倾尽全力打造一款能领先世界10年的未来坦克。这个野心的产物是 T-64，这家伙在当时简直就是个黑科技的集合体。他第一次用上了革命性的复合装甲，第一次装备了能让成员减到3人的自动装弹机，火力、防护、机动性这3个要素在纸面上全面碾压了同时代的西方坦克。可问题是 T-64就像一个还没长大的天才，浑身都是毛病。他那台惊世骇俗的2冲程柴油对置活塞发动机结构复杂极不可靠，行走结构也脆弱不堪，导致 T-64成了一个金贵的玻璃大炮，在前线士兵口中怨声载道。更要命的是它太贵了，生产和维护成本居高不下。苏联军方高层看着 T-64心里是又爱又恨，爱它的先进，也恨它的娇气和昂贵。就在这时，位于俄罗斯夏塔吉尔的乌拉尔机车车辆厂瞅准了机会，他们提出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我们能不能在 T-64的基础上搞个简化版，把那些不靠谱的黑科技都换掉，用成熟廉价可靠的技术来进行替换，然后打造出一款人民的坦克。这个方案起初遭到了哈尔科夫那帮精英设计师的强烈鄙视，但最终数量压倒一切的苏联军事思想还是占了上风，而这个简化版的产物就是 T-72。于是，一个高低搭配的战略就此成型。T-64和后来继承其技术衣钵的 T-80由哈尔科夫和列宁格勒的工厂生产，装备给驻东德的精锐部队，是随时准备捅穿北约胸膛的胜利之矛。而 T-72则由夏塔吉尔的工厂大规模量产，装备给2线部队和仆从国。它的定位非常明确，那就是战场上的消耗型炮灰，苏联阵营中的50块钱好兄弟。他的设计理念跟他的前辈传奇的 T-34一脉相承，那就是易于大规模生产，操作简单，皮实耐用，成本还一定要足够低廉。毕竟 T-72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用绝对的数量优势去淹没和消耗对手。在这种简单粗暴的设计理念下，有一项指标从一开始就被放在了次要位置，那就是成员的生存性。这种对成员生存性的漠视，在坦克设计上的极致体现，就是 T-72那个臭名昭著的自动装弹机。这个罪魁祸首的俄语名翻译过来叫做旋转木马，一个听起来充满童趣，但对坦克兵来说却代表着死亡的名字。为什么苏联设计师会搞出这个玩意儿？因为他们有一个执念，那就是坦克的轮廓必须要尽可能低矮。在他们设想的欧洲平原大决战中，更低矮的车身意味着更小的备弹面积和更好的战场隐蔽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把成员从4人砍到3人，把炮塔拍扁，把所有东西都尽可能的往下塞。最终，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最占地方的弹药，于是旋转木马诞生了。如果我们可以钻进 T-72的内部，就能看到它的恐怖之处。为了把车身造得尽可能低矮，设计师把所有的炮弹和高燃发射药像一圈炸药项圈一样垂直地塞进了炮塔下方。一个旋转式的弹药架里，它就环绕在车长和炮手的脚边，没有任何有效的防护隔离。一旦车体被击穿，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破片或者高温的金属射流引燃了其中一发弹药，灾难就会瞬间降临，连锁殉爆的巨大能量会被死地闷在这个狭小的铁罐头里，唯一的宣泄口就是将几十吨重的炮塔连同里面的成员一同炸上天。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坦克，比如美国的 M1 艾布拉姆斯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隔断。M1 把绝大部分弹药都存在炮塔尾部一个独立的弹药舱里，这个弹药舱和成员舱之间有一道厚厚的防爆门，而弹药舱的顶部则设计了特殊的防爆泄压板。一旦尾部弹药舱被引爆，能量会首先向上释放，把泄压板炸飞，从而最大程度的保护成员舱的安全。这就是典型的弃车保帅，一个将弹药与成员隔离开，一个让成员坐在弹药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设计哲学，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两种坦克的成员在战场的命运。
带着这种与生俱来的缺陷 ，T72 走上了世界各地的战场。它的实战史就是一部血泪斑斑的警示录。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时伊拉克装备的是苏联出口的性能严重缩水的猴版 T72M， 装甲是减配的，火控是降低的，弹药是过时的。即便如此，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依然将其视为珍宝。可就是这些宝贝，在多国部队面前，几乎就是一场单方面对着苏联贴脸的公开处刑。这场惨败的背后，暴露 T72 存在全方位的技术代差。美军的 M1A1 坦克凭借先进的热成像和火控系统，可以在2500米外就对伊拉克的 T72 进行精准点名。而伊拉克的 T72 由于夜视能力和火控系统极其原始，必须冒险冲进1000米的死亡地带才能勉强还手。这已经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屠杀。如果说海湾战争暴露的是 T72 眼瞎手短的火力短板，那么紧随其后的第一次车臣战争则彻底撕下了它皮实耐用的虚假宣传。当时的俄军犯下了一个致命的战术错误，他们把大量的 T72 和 T80 坦克在没有步兵协同掩护的情况下，直接开进了格罗兹尼迷宫般的城市。结果这些坦克瞬间就成了车臣武装人员的活靶子，他们藏在高楼里，用廉价的 RPG 火箭筒居高临下的攻击 T72 相对薄弱的顶部和发动机舱，一次又一次地上演了开罐头的惨剧。俄军的装甲部队几乎是以团级建制被消灭。这两场战争就像两记响亮的耳光，无情地打在了 T72 的脸上。他向全世界宣告，这款曾经让西方胆寒的钢铁洪流，在现代化的立体战争面前，如果没有正确的战术支持，它不仅已经是过时，更是存在致命的问题。按理说，一款在30年前就被证明已经过时的武器，早就该躺进博物馆里颐养天年了。可谁也没想到，30年后，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T72 不仅再次披挂上阵，还成了双方装甲部队的绝对主力。可如今的战场是个什么样子？无人机像盘旋的秃鹫，精确制导的反坦克导弹则隐匿在草丛中，随时会发起偷袭。T72 此时面临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逆风局。如果说海湾和车臣战争是给 T72 敲响了警钟，那乌克兰战争对于俄军的 T72 部队来说，简直就是敲响了丧钟。根据众多情报机构统计，自战争爆发2年多来，有据可查的俄军坦克损失数量已经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将近3000辆。这是个什么概念？这比德法英3国现役主战坦克的总和还要多得多。普京在2年时间里几乎打光了欧洲3大强国所有的坦克数量。而在这份长长的阵亡名单里 ，T72 家族占据了绝对的 C 位，各种型号的 T72 加起来贡献了超过1半的损失。尤其是作为战前俄军主力的 T72B 和现代化改进型 T72B3， 他们的战前库存几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蒸发。T72B 的库存已经从战前超过1400辆的庞大规模暴跌至不足300辆的零头，而更精锐的 T80 系列也面临着同样的枯竭危机。这种大出血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俄罗斯最顶尖的坦克工厂乌拉尔机车车辆厂生产全新 T90M 的速度。即便这家工厂早就开启了24小时3班倒的爆肝模式，也根本堵不上前线的窟窿。前线每天都在损失，后方的新车却迟迟补充不上来。这个致命的缺口把俄军的战争机器推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面对前线巨大的装备空缺，俄罗斯被迫转向了一种更古老也更残酷的战争逻辑，那就是压倒性消耗战。这个战略的核心不再是追求什么高科技武器的技术优势，而是回到了苏联老大哥最擅长的路子。简而言之，就是复刻低配版的装甲洪流。在这种逻辑下，修复和升级那些堆在西伯利亚坟场里已经生锈了几十年的苏联旧货，就成了维持前线装甲力量规模唯一且必然的选择。因为修复一辆旧坦克总比制造一辆全新的 T90M 要来得更快也更便宜。这就是这场看似疯狂的 T72 复活计划背后最冰冷也最无奈的现实。那么，面对这些已经锈蚀了几十年的坦克，俄罗斯的工程师们究竟准备了一场怎样的魔改手术？现在，霍利军将全面解构 T72 现代化升级背后那场充满现实妥协的改装方案。让我们的目光来到 T72B3M 的身上。相比老旧的 T72，T72B3M 的升级围绕了3点进行展开。第一是更新动力，老旧的 T72A 用的是一台780马力的 V46 柴油发动机，这在当年还算够用，但放到今天，拖着一身新增的附加装甲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活脱脱就是一个小马拉大车。于是，在 T72B3M 的升级清单里，换装一台1130马力的 V92SRF 柴油发动机成了重中之重。
这台更强劲的发动机配合新增的自动变速器，让翻新后的 T72终于摆脱了过去那种迟缓笨拙的形象，获得了足以跟上现代战争节奏的战术机动性。但这只是开始，因为即便是换了心脏， T72那慢得令人发指的倒车速度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短板，在需要快速脱离接触的战场上往往是致命的。第二，则是更换了火控系统，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 T72在海湾战争中暴露出的看不远打不准的致命短板。为此 T72B3M 的炮手拥有了一套全新的瞄准系统——松鼠鼬系统。这个系统集成了白光、热成像和激光测距功能，再配合一台数字化的弹道计算机，让 T72B3M 终于拥有了在2000米外与西方坦克一较高下的能力。可讽刺的是，这个决定战斗力的瞄准系统却成了俄罗斯军工被西方卡脖子的典型案例。松鼠鼬瞄准镜里最核心的组件热成像仪，最初依赖的是从法国泰雷兹公司进口的凯瑟琳 FC 热像仪，而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这条商路就被堵死了。虽然俄罗斯声称已经开发出了国产的替代品 PNMT， 但其性能是否稳定，产量能否满足大规模翻新的需求，至今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件事就意味着一部分翻新出厂的 T72B3M 很可能装的是性能缩水的俄版瞄准镜，或者干脆用的就是更老旧的型号。这种看不见的隐患就直接决定 T72B3M 在战场上的生死。第三，则是给 T72B3M 加装了一身更厚实的铠甲，毕竟面对今天战场上铺天盖地的反坦克武器， T72 那一身老旧的钢筋铁骨显然已经不够看。为此 T72B3M 的防护升级堪称层层加码，武装到牙齿。首先是在车体和炮塔的关键部位覆盖上新一代的化石爆炸反应装甲，这种装甲理论上比老旧的接触5对动能穿甲弹的防御效果提升了50%，这也是 T72B3M 硬起来的资本。但不可避免的对现实的妥协再次出现，随着战场上越来越多 T72B3M 的出现，有人发现很多 T72B3M 并没有完全覆盖化石，而是新旧混搭，这其中甚至还保留大量的接触物，而这背后究竟是俄罗斯产能不足，还是成本限制，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每一块被减配的装甲都会成为前线坦克兵的催命符。除此之外，为了应对标枪这类攻顶导弹的威胁，俄罗斯还开发了竞技场 M 主动防护系统，它能通过雷达探测来袭的导弹，并主动发射拦截弹将其摧毁。听起来非常科幻，但问题是这套系统成本极其高昂，技术也相当复杂，除了在阅兵式上亮过相，真正在前线大规模部署的 T72B3M 几乎看不到它的身影。最终面对乌克兰战场上最致命也最廉价的威胁 FPV 无人机，俄军坦克兵们只能焊上各种奇形怪状的龙形装甲。这种被戏称为烧烤架的土制改装总归是聊胜于无，对于前线士兵来讲，更多的也是一些心理安慰。 T72B3M 就像一个百病缠身的老人，做了一场大手术，看起来精神，但体内顽疾却依旧无法根除。最终带着这一身所谓的现代化装备， T72B3M 就这样被匆匆推上战场。那么带着这一身充满妥协的现代化装备， T72B3M 在战场上的表现究竟如何？要知道，在今天的乌克兰，对于 T72 来说，传统的冲锋战术就等同于自杀，因为战场天空中飘着的廉价却致命的 FPV 无人机，能以刁钻的角度精准攻击 T72 的防御弱点。一旦成功引爆那个 T72 的死亡旋转木马，结果自然就是车毁人亡。所以你会在战场上看到一种非常诡异的战术景象，俄军的坦克开始越来越多地扮演起自行火炮的角色，他们把 T72B3M 藏在距离前线几公里外的安全区，通过无人机传回的坐标进行超时区的间接火力打击，把一辆主战坦克当成取射火炮来用。这么做虽说承认 T72 在直接对抗中生存能力极差的现实，但俄军也为了将他那门125毫米主炮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它标志着 T72 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远程重火力支援平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T72 完全放弃了冲锋战术，在利用恶劣天气来规避无人机侦察的天气窗口期，俄军依然会集结 T72 发动突击。但这种看天吃饭的战术本身就充满了被动的无奈，它宣告了苏联那种气势磅礴的装甲洪流在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俄罗斯这场豪赌828辆 T72 的亡灵复活计划，实际上它既不高明也不光彩，甚至充满了对士兵生命的漠视。尽管如此，它和它背后源源不断的苏联库存，如今的确成为了俄罗斯在这场俄乌消耗战中最重要的一张底牌。
通过大规模翻新这些够用的武器，俄罗斯正试图用自己庞大的工业体量和战争储备，硬生生拖垮乌克兰的抵抗意志和北约集团有限的军事援助。T72的最后折射出一场现代化战争背后关于工业、战术和国家意志的残酷博弈，它也将有很大可能见证这场冲突最终的走向。好了，关于俄罗斯 T72亡灵复活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你认为俄罗斯依靠这些翻新坦克，真的能赢得这场残酷的消耗战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